好，现在我要开始说今天最主要的部分了，就是英国政府在上个星期五，也就是3月20号，出台的一系列的疫情管控的这种措施。然后呢，以前中国那些五毛不是一天到晚骂我吗？说你们英国不作为，群体免疫就像不像60%的人口感染等等等等等等。我前面的视频已经解释过了，这完全第一是误读和误解。不是这些五毛的误读和误解，是英国的媒体和中国的自媒体的误读和误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主要来说就应该是两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吧。就是有些东西你中国人没有办法理解英国人，就好像有些东西英国人也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人一样。比如说英国人不可能去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像军事化管理一样的封城，在他们看来，当然他们的政府体制第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西方这种，我不能多说，就是在他们的这种政治体制内的话，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因为你没有权利干涉人家的人身自由。这是他们作为第一的，就是说人权这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做到这种让所有的人都禁足在家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之前曾经有国内有一种舆论，就说英国首相这一招也挺厉害的，就是他们先在前一个星期五，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前，然后跟大家说啊，我们要群体免疫，我们要60%人感染。当然他没有说过这话，我先要说，但是就说国内有些媒体是这么说的，自媒体是这么说的，说他先要出来放这种大招出来，然后把人都吓跑。他说，然后所有的留学生都被吓回国了，然后那些外来移民，包括那个东欧的那些移民，也都被吓得赶紧就回自己国家去了，因为在英国这儿他不采取任何措施，怕感染呀，然后把这些外来移民全都吓跑了。然后一个星期以后，他把这些中国留学生啊，还有外来移民啊，就是这些不是英国人的外国人，全部都吓跑以后，现在才开始发福利了。现在才开始跟本国人发福利了，这是国内某些自媒体的一种解读方式，那我也不置可否，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英国人这么坏。先把你们赶跑了，我们再来发福利。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想要这么解读呢，也未尝不可。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只是觉得很搞笑，因为他政府这个人命关天，他不可能视作儿戏。是这样，我个人的理解是怎么样呢？我个人理解，为什么英国现在的政策是180度大转弯了呢？也不算180度大转弯，是因为在上一个星期前的星期五，就是英国首相说我们不封学校，也不封城，什么这个那个，采取这种平和的手段的时候呢，是因为那时候科学官经过严密的模型的科学计算，他们当时有计算，如果封学校可以减少多少的感染，如果封城会减少多少的感染，但是当时科学官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甚至于至今我都认为他这句话是被大家忽视了的，那就是你可以现在封城，你把老百姓全部禁足在家，跟中国武汉一样，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旦复工复产，你怎么办？你可以把大家全部关起来，对，病毒的确没有传播的源头了，那个确诊人数肯定会下降。但是你一旦你不可能把人家关一辈子嘛，对不对？你不管3个月、5个月还是1年，你肯定要有复工复产的一天。大家只要一开门出门，这个病毒它还在的呀。我上次已经说过，这个病毒已经永远存在了。张文宏医生今天的说的是，这个病毒可能要存在2年，他这个估计已经算是比较给大家一个乐观的前景，其实不是的，因为英国的首席科学官已经说了，这个病毒不可能再消失了，它从此以后就跟人类共存了，就好像比如说肺结核呀，或者是什么，就这各种各样的这种病毒一样，它以后就跟人类共存了，就永远存在下去了。所以说，基于这个观点，我当时解释过很多遍，正因为这个病毒它永远不可能消失了，所以你再怎么样封城是没有用的，你只要一开城，它就又来了。那么，所以当时是基于这个完全科学的这个模型的推演和观念，英国科学家所以才会跟首相说，你现在封城没有用，因为你一旦不封城了，一打开了，这个病毒就又回来。那么唯一有用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是疫苗，但是我们都知道，疫苗在18个月以内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它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一个临床实验，还有工业生产，这不是说1个月2个月，不是说你中国人想快马加鞭的1个月就能把它弄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它是一个科学的流程，你不可能加快的。就好像你不能把一个拔苗助长，把一个小孩从你说5岁不行，我不能让他长10年才长到15岁，他必须在1个月之内长到15岁，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不管你怎么样努力，但是说实话。一般来说，一个疫苗的研制时间到最后能够使用的时间是3到5年，所以18个月已经是非常非常快的，就快马加鞭了。你不可能再快了，再快12个月，那回头这个疫苗出人命怎么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苗是怎么用的，它是把这个病毒减活，就是把它减低一部分的毒性，变成一个弱性的病毒，然后植入到健康的人体当中。那么因为这个健康的人体已经身体里面有了这个灭活的这个已经就是说减轻症状的一个毒株在了，所以当这个病毒真正来的时候，它就不会感染了，因为它已经有自身的免疫力了。但是你要记住哦，打疫苗不是100%安全哦。你包括现在所有的各种疫苗都，比如说都会有几%或者是万分之几的那个叫什么？不叫副作用，就是虽然我们疫苗已经尽量的保证，就是说尽量的保证人身安全了，但是它是不可能100%的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个毒啊。你就算把这个病毒已经减低了，把它的弱毒性都减低了，还是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完全接受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打疫苗是有风险的。有的人打疫苗不是说我说的不是质量不合格的疫苗，质量完全的合格的疫苗也不可能做到100%没有风险的。所以为什么疫苗的研制时间要花这么长？它就是在尽量的，比如说你最开始研制出来的疫苗，可能对20%的人它都是有这种危险性存在的，那么科学家只能是一点一点的那研究到底是什么是风险，它需要时间来排除这些东西，然后最后把它做成可能1%或者0.几的危险性，那么这样的疫苗才能够安全的去生产，然后打到人的身上。因为如果你疫苗有任何问题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健康人，但是比如说我接受了这种高危的疫苗，比如说他可能有10%的人是不耐受这个疫苗的，那他就会直接感染新冠病毒就死，那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健康人，我把新冠病毒直接扎到我的体内，然后你说我本来没有病，然后我反而因为种了这个疫苗而得到了这个病，然后最后我死了，这是绝对科学也好，政策也好，政府也好，这都是反人类的，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疫苗的安全性，那就你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不可能快马加鞭1个月就把这疫苗研制出来，然后就往人的身上打，你知道吗？因为疫苗研制出来以后，它还要先做动物实验，动物实验没有问题了，再在人身上做实验，然后人的实验又有1期、2期、3期，它是很严格的一个过程，是非常科学的，是不可能快马加鞭的。所以我回到刚才的话题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疫苗它最快要12到18个月才能够出来，所以在此之前，人类对这个病毒是没有解药的，没有任何解药的，只能是延缓它的症状，然后你靠自己的免疫力，命大了你就活下来了。60岁以上的老人免疫力差，那就很危险，很容易死亡率就非常的高。所以科学观的这个所有的预测，包括做模型的这个结论都是非常正确的，以至于这个牛津的这个华人教授就说这个英国当时做的就是15号做的那个决策几乎是近于无情的理性，它是理性没有错的，但是近乎无情。为什么说它是近乎无情呢？因为它的确就是我不封城，因为封城是没有用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确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封了城一旦打开，那就跟封城完全没有任何两样。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封呢？对不对？因为你一旦打开，大家又要复工复产的话，又要感染这个病毒，那不跟封城之前没有任何区别吗？所以首席科学官所说的一切，做出的一切决策的这种建议都是非常科学也非常正确的。就是如果用这个华人教授牛津传染病学教授的话来说的话，的确是一种近乎于无情的理性。所以当时不管是英国的媒体还是中国的媒体都在这里就说你怎么能这样，什么这个那个，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种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我一直就在说，他是真的是出于一种严格的科学的计算才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且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让60%的人感染，他只是说封城这些决策没有任何用。那么唯一除了疫苗以外，唯一能够让人类抵御这个病毒的就是群体免疫，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有一个60%的人都已经感染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免疫了。
他只是在说这样一种科学的观念和预测，他并不是说我们要让60%的英国人感染，他只是在说在此之前，不管我们怎么做，封城也好，这个那个也好，都是没有用的，这个病毒会永远的存在下去。那么今天为什么现在说到这一点呢？我就是在解释，英国它并不是说180度大转弯，从1个星期之前的完全不封城、不封学校，到现在就是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措施，包括它到现在也没有封城，它关闭了学校，这是对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关闭了所有的酒吧，还有餐馆，还有电影院，这些都从星期五的晚上就开始生效，所以这些唐人街的餐馆什么的都陆陆续续都关门了，然后包括英国的这附近的这些咖啡厅啊什么，只要是这种很多人聚集的这种公共设施就都被停止了，官方停止了。但是我今天重点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英国他做这一套决策，他不是说一拍脑袋我立刻就能够这样做了，而是他与此同时，他跟着这样的决策的同时，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怎么帮助企业和普通民众度过这个疫情难关的一系列的帮助措施。所以有中国的媒体就说这个英国是告别资本主义了吗？因为这基本上就是按下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暂停键。但是我为什么觉得英国政府做得非常的好，是因为他在按下这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暂停键的同时，你可以说它是共产主义，所以它是基本上是一步跨到了共产主义。现在的英国就是共产主义了，政府发工资，政府给企业补助，然后你都不用你的房贷有问题，你不用交三个月都不用交房贷，这完全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就政府给民众发钱。当然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发，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等等，这些我们后面再单说。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可能1个小时都做不完因为要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是英国人他做的每一个决策的背后，他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后勤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有一系列的 backup 的，他不会因为封城造成这个社会的恐慌，或者是因为关闭了什么什么餐馆什么这个那个，它外卖还是保留了，它不会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甚至于连比如说你因为这个疫情失业了，你失业在家没有钱领，你怎么办？像我之前有看到新闻，湖北很多就是昨天刚出来的一个新闻，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小孩的单亲妈妈，然后跳河自尽了，把女儿绑在自己身上，她说我熬不下去了，然后后来媒体爆出来，她就是没有钱了，她一个单亲妈妈，她没有钱了，她就跟女儿一起投河自尽了。那么之前我大概在1个月以前2月份的时候，我有看到过另外一个视频，我说的都是真的，绝对有这个视频。如果你把它屏蔽了，那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绝对亲眼看到过这个视频。是湖北的，我不知道是具体是哪个地方，湖北的有一个人拍视频说，哎呀，这个人刚刚从楼上跳下来了，说他的2个小孩还在家里面看电视，他自己就跳下来了。然后他说，听说是他因为春节后不是湖北已经整个都封省了吗？然后也封城了，也没法复工，对吧？他就说他没有钱了。因为春节他本来是回家来过春节的，结果春节之后没想到不能回去复工，那他身上就弹尽粮绝，就没有钱了。这是属于中国的最底层的老百姓，一点积蓄都没有的。那他怎么办？2个小孩在看电视，他自己跳楼自杀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包括我昨天看的那个视频，那个新闻也爆出来了，就是那个我忘了是哪个省的了，好像是跳的嘉陵江，我记得。所以我不知道是四川还是哪里，还是湖北，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几岁的女儿，而且她那个女儿成绩特别好，成绩都是什么双百的，多可惜啊！这就是属于民众走投无路啊！我并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我只是说，如果那个2个孩子的爸爸和这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学习成绩那么好的女儿的单亲妈妈，如果他们是在英国，不可能出现这一切。为什么？英国在出台还没有封城，只是关闭了学校和关闭了餐厅这些的情况下，他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你如果因为疫情失业了，政府给你发工资80%，然后上限是2500英镑，差不多就是2万多人民币，
就是不管你收入多少。那么除了政府给你补发的这80%的工资呢，如果这个企业还愿意再给你多，这个企业就是你的老板还愿意给你发工资，那当然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属于这种完全没有工作，比如说单亲妈妈，她完全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收入，那疫情一旦发生，她就只能带着女儿跳河这种情况呢，那我刚才说的是那个男的他因为不能去上班，对吧？他没有工作，他没有钱了，他去跳楼了。那在英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政府给你发80%的工资，就算你待在家里，你还可以养你的2个孩子，不至于说弹尽粮绝，身上身无分文，只能跳楼了。当然我就更不说那个孝感的那个孩子饿死，在家里活活的饿死，过了10几天尸体发臭了才都知道，这都是新闻爆出来的，我没有造谣，对不对？这是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些事情在英国都不可能发生，是为什么？因为政府他已经提前在颁布所有这些措施以前，他已经提前想到了所有的可能性，他给你 backup， 他给你做好了所有的后备的支援。那么包括这种没有收入的，他会说那没有关系，政府会给你发那个每一个个人呢，大概可能是可以申请1000英镑，差不多1万人民币，8000多，现在的汇率降下来了，8000多人民币这个生活费每一个月。那么还有出台另外一个政策，就是说如果你房客交不起房租了，这个房东3个月以内也是不能够把这个房客赶走的，因为房客比如说没有工作了，他交不起房租了，那房客也不能把这个房客赶走。那么但是他也不会就是说这样，那房东不就损失了吗？也不会。房东呢，你可以跟银行，就是说政府都颁布这些政策了，房东你可以跟银行申请3个月不用交按揭贷款。所以你房东也没有损失，对吧？如果房客不交房租的话，你房东也没有损失，因为你也不用交那个贷款的按揭了。那么这么一来呢，所以我就说，我刚才提到的这3个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一个是这个爸爸丢下2个小孩自己跳楼，因为他不能复工，没有钱了。那如果是他在英国的政府会给他发80%的工资。这个没有收入的单亲妈妈带着女儿跳河，如果他在英国也不会发生。为什么？英国政府会让他每个月能够领到1000英镑的救济款，那基本上就足够生活了。就是你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开销，但是也足够生活了。实际上在英国很多人吃福利他是怎么样？比如说你是个单亲妈妈，你有小孩，或者是你有好几个小孩都不管了。很多印度人来了就这样生一大帮孩子，然后父母2个都不去工作了，夫妻俩都不工作了，就指着这几个小孩，每个月政府给他们的福利就足够他们一家生活的很好了。所以西方的福利社会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你知道很多难民，那个什么叙利亚呀、伊拉克呀，很多难民他们冒着死都要跑到英国来，就是因为这样啊。因为你到英国来，政府不会让你饿死的，绝对不可能让你饿死的，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然后更不可能出现那个小孩一个人在家里面，不知道为什么父母都不在，然后死掉了，这种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你这个如果说父母不在的话，那个邻居就会，那个小孩肯定会在家里面叫吧，或者怎么样吧，那邻居就可以上报给政府，那政府就会有专门的孤儿院或者是救助中心来收治这个孤儿。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开始一项一项的这个分析这个英国政府的这个措施，但是我就说已经说了一个总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英国政府它在出台任何一个政策会有可能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的这种政策的之前，他就已经预设了所有的可能性，然后他在颁布每一项命令的时候，他肯定都会有一系列的 backup， 不会说让你走投无路、身无分文，然后最后去跳河或者是跳楼。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政府的体系的做法，不是说我脑袋一拍啊，说封城，今天就立刻封城了。那封城以后，所有的人怎么办？怎么生活？对吧？你这些都是需要政府来做的。为什么湖北做的那么差？就是因为他们封城是对的，因为当时疫情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不封城的话，这个疫情外逃，那全国都要遭殃了。现在全国除了武汉以外，除了湖北以外，基本上各个省的感染就是人数都很少，大概最多也就几千例吧，没有上万的吧，好像大部分省是几百例的，连1000都没有上的。这就是武汉和湖北封城封省，这个以这个代价来换来的这个全国的这个其他各个省的低的感染率，所以它封城是对的，没有错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在封城的同时，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政府，他就会像英国一样，事先考虑到你封城和封省以后，这个省里面的这些老百姓怎么办？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没有办法出去工作，他们哪来的钱生活？你不能指望老百姓都有积蓄的。
有很多人是很穷的，他可能一个月住个地下室，交个200-300块钱的房租，他没有任何的积蓄，他完全，比如说像清洁工扫大街的，他一个月收入可能就1000多块钱，你让他怎么有积蓄？那这些人，如果你一旦把他的工作来源、他的收入来源切断，他怎么生活，对吧？这些东西你难道我觉得是个人都能够考虑得到吧？我还是说那句话，我不批评任何其他的政府，我只是想说，为什么英国政府做的这么的好？还有就是我这个录视频可能也需要暂时的中断一下，因为我要看一下我下面要讲的那个内容。我之前我就是说，为什么3月我看一下上个星期五是几号？我记得好像是3月15号吧，还是十几号？3月20号、13号。3月13号为什么说当时不封学校，也不取缔什么餐馆什么的？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英国的感染的病例才300多、400多例，还没有很严重。那所以说呢，当时首相和政府所采取的那个行为是完全 OK 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你整个一个国家才感染300-400例，你封城干什么，对不对？那么为什么1个星期之后他就改变了加强版的这个政策，封了学校，然后关闭了所有的这个酒吧和餐厅等等等等，然后出台一大堆的这种发钱的这种经济福利的措施呢？是因为在昨天的时候，这个确诊的病例已经到3000多4000人了。那这个就是1个星期之前的10倍的人数感染了，死亡人数在昨天我记得已经是177例了。那么这个疫情就已经开始严重起来了。所以政府它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根据这个疫情的不断变化在调整和变化的，并不是说我前1个星期我要群体免疫了，这1个星期我突然就放弃，然后变卦了，就搞其他的了，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在非常理性的，根据科学的报告、科学的模型和英国现在的疫情的现状，在一步一步的走这些不同的政策。然后我下面的一段视频我就不说这些背景和分析了，我就开始一项一项的说英国颁布的这些经济措施，还有社会的这种救助措施，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我一步一步的来解读，我尽量在半个小时之内做完，因为我知道这里发视频只能发半个小时以内的。